解放军实力近些年来的发展迅速，堪称有目共睹，尤其是区域拒止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强。对比过去，堪称是今非昔比。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1994年，美军航母战斗群在黄海海域未向中国方面事先通报的情况下，在中国家门口无端针对中国海军的核潜艇进行数次模拟攻击。美军的嚣张举动导致两军战机一度发生空中对峙，险些发生军事冲突。这就是著名的中美黄海对峙事件。而此事最终以美军航母退让而告终。中美关系在90年代继银河号事件后进一步受到负面影响。那么今天，虎妞用专业的计算机模拟推演软件复盘一下，如果94年美军航母持续进行挑衅，以解放军当时的军力能否战胜美国航母编队？当时因为朝核危机，美海军第7舰队下辖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前往黄海地区进行军演，意图震慑朝鲜。当时美军派遣的3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1艘佩里级护卫舰护卫航母，阵容强大。其中美国航母小鹰号是常规动力航母，当时携带了24架 F-14A 舰载战斗机和12架 F-18C 舰载战斗机，6架 E-A-6B 电子战机，8架 S-3B 反潜机，4架 E-2C 舰载预警机等舰载机，载机数量85架。当时正逢解放军091核潜艇在黄海进行日常训练，如果被美军航母的 S-3B 反潜机侦察发现，美军随即对091核潜艇进行数次挑衅性的跟踪和模拟攻击。因此，推演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兵棋推演假定美军不听从解放军警告，执迷不悟，那么解放军就将进行相应的反制行动。当时北海舰队下辖的是海航师编制，而解放军空军能够飞抵美军航母舰队附近的就是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航空兵力量。海军不计入此次行动当中，因为94年中国海军的舰艇没有一艘能够对美军航母形成实际威胁。此次打击美航母主要是以解放军北海岸基航空兵力量和2个相近军区的空军航空兵力量为主，并推想定解放军拥有可调动的歼7战机96架，歼8战机24架，轰6轰炸机18架，轰5轰炸机50架，强5歼击轰炸机60架，空中力量总数250架。纸面上看，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空中力量，但是战力和美军的舰载机差得太远了。其中歼7、歼8基本上没有反航母能力。论空战能力，歼7、歼8和美军的 F-14A、F-18C 这种重型、中型现代化舰载机根本没法比。而当时解放军能够依仗的反舰力量就是轰6D 轰炸机。这款轰炸机可以携带2发鹰击6空射亚音速反舰导弹，但是射程只有短短的110千米，剩下的强5和轰5根本无法搭载导弹。他们唯一的打击方式就是在作战中飞抵美军航母头顶，对其掷下无制导的铁炸弹。然而实战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这场冲突严重不对等，美军航母舰载机少，但是作战性能强大。美军还有解放军没有的舰载预警机和电子战机，所以战争开始，美军就取得了制电磁权和空中事态感知的优势。解放军的歼7、歼8一起飞，就被美军航母上的 CIC 战情中心掌握得一清二楚。随即派遣巡航状态的舰载战斗机前去拦截。美军在优势距离上连续发射 AIM-54 和 AIM-120C 空导弹，歼7、歼8遭受密集打击，损失战机12架。而且这还没逼近航母的盾舰防御范围内呢，解放军机群不得不后撤至安全地带。战争第一阶段，解放军歼击群未能夺取制空权，即遭严重损失。在这样一种不利的情况下，虎妞再次模拟发动了第2波次攻击。这次是以18架轰6D，携带36发鹰击6反舰导弹为突击矛头，
出动80架歼七、歼八为其护航，但是依然要面对美军预警机和舰载机损失更严重。超过30架解放军战机被击落，只有2架美军舰载机过于靠前，在混战中被歼七使用近距格斗弹击落。这明显是兵推 AI 系统操作的问题。战时，美军舰载机不可能在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和解放军庞大的机群部队进行近距格斗。其后，解放军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拼死将剩余的11架轰6D 轰炸机掩护至靠近美航母的射程范围内，发射了22发鹰击6反舰导弹，而这个距离也逼近了美舰队防卫圈。美舰队的巡洋舰宙斯盾系统发射标准2防空导弹进行全面拦截。解放军又损失了14架歼七战机和7架轰6D 轰炸机，发射的22发鹰击6反舰导弹无一例外被拦截。因此，作战第2阶段解放军惨败，加上第一轮损失的12架战斗机，在整个兵推作战中，解放军先后损失56架歼七、歼八战斗机，14架轰6D 轰炸机，共计70架战机、轰炸机，而美军只损失了2架 F-14A 舰载机，航母舰队毫发无损。在此轮损失后，解放军彻底失去进攻能力，整场兵棋推演以美军彻底夺取制空权结束。可以说，这次兵推深刻表现了在武器装备全面落后、无法掌控制海制空权、制电磁权和掌握事态感知能力的情况下，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严重不利的情况下，强行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有多么艰难。海空军联合竟不敌一艘美航母。好在这是29年前的事情了。29年后，随着一系列先进战机和武器装备的全面入役，中国海空力量已经成为了亚洲第一。再加上火箭军、卫星系统的全面建设，29年后，解放军完全可以完成可千里外拒敌作战能力。